大家好，欢迎回到松说新语。那去年啊，从本周开始啊，就是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可能就多了一个新的事情啊，就是了解史文超导的进展，并且呢，产生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导派和纪派。那这两派的争斗啊，这个不亚于美国政治的这个左右两党，而且呢，几乎不存在马斯克那样的中间派。当然马斯克自己说他不是右派啊，因为数轴呢被左派往左边移动太多，搞得他在数轴右边了，是吧？开个玩笑啊。其实呢，本来这几天啊，我们是在研究老刀的专利啊。其实很久之前啊，在大多数网友啊都好奇老刀是谁的时候呢，我就知道邓老师的身份了，而且呢，不是从圈子里边知道的，就是硬搜索出来的。在过去的视频里边啊，这个字幕里有时候会出现啊邓老师的字样，估计这个有比较细心的朋友能看到过啊。邓老师的专利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中间的这些酸甜苦辣，可能不是我们这些外人所能理解的。特别是到了后期啊，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不管怎么说呢，专利最终还是公布了。我们看到他和陈丁老师的名字，那这个专利啊，在导派论坛也有很大的反响，就是韩国那个导派论坛啊，有多个帖子在讨论。但是我刚刚看到啊，另外一个帖子，发现国内呢还没有人关注，所以呢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个帖子，回头呢再和大家一块学习这个邓老师的那个专利的文献啊。那这个帖子呀也是关于专利啊，是韩国电力大学的专利，具体专利啊我还没有搜索啊，因为我韩文是一窍不通，所以呢我们就单这个帖子啊来给大家介绍。在韩国这个经济学会上啊，这个李世培呢博士啊讨论了 LK99 这个作为一种新材料的可能性啊，他指出啊，根据铜和硫的掺杂量 ，LK99 呢可以表现出从绝缘性到半导体性、高导电性以及超导电性这个不同特性。那超导电性啊，就是这个零电阻在这个电流电压曲线啊，这个里边可以看到啊，这个图里边哈。但是他在讨论中呢还是比较保留的啊，可能是担心因为争议导致专利延迟。实际上他的专利啊确实还没有通过。那从李世培的这个最终审查来结果来看啊，他认为这是他专利策略的一部分啊。那后来呢，就是这个韩国电力大学的能源设备专利申请啊，就举行了一个采访。这个采访中啊，里边有个主要人物叫全院啊，一直在招聘太阳能专家，并且呢，已经把太阳能业务的目标明确，所以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太阳能是认真的啊。这个帖子后边啊，就提出了一个 Nature 的论文啊，就是超导体和光电器件之间的关系。他介绍了一篇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啊，就是这篇论文。超导啊，这个 YBCU 陶瓷中光伏效应的起源啊，但是啊，他在这个韩文的这个帖子里边啊，讨论的不够详细啊，我们这里呢就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啊。那说起这个光伏技术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就这位啊，法国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埃登贝克勒尔啊。他在1839年发现了光伏效应，那这是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那1839年呢，贝克勒尔19岁，他在他父亲的实验室中进行实验，制造出了世上第一个光伏电池。那这个实验的内容啊，就是把氯化银置于酸性溶液中，然后照光，并接这个铂电极啊，产生了电压和电流。也因此呢，光伏效应呢又被称为贝克勒尔效应。所以啊，有时候这个投胎是个技术活啊。你看，有人就生在罗马，那这个贝克勒尔的爸爸是科学家，他的儿子也是科学家，比他老爹啊也不差。谁呀？就是叫安托万·亨利·贝克勒尔。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啊。这位
我们现在说这个放射性单位叫贝克勒尔，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发现了这个天然放射性的现象，他和居里夫妇啊一同在190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啊。所以啊，就是因为贝克勒尔发现啊，当这个光线照射到某些材料的时候呢，这些材料会产生电流，这个现象就是后来成为光电效应。那这个发现啊，就为后来的太阳能电池技术发展呢就奠定了基础。随后啊，在1954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加里皮尔逊戴利尔查普林和卡尔文福勒呀，他们共同开发出了第一个实际的硅太阳能电池。那我们再回到这篇论文啊，这篇论文啊叫《超导 YbCO 陶瓷中光伏效应的起源》，详细探讨了这个 YbCO 陶瓷材料在光照条件下的光伏效应，特别是在不同温度下这种效应如何表现，并讨论了它潜在的物理机制。那这个论文的主要的发现啊和讨论呢，这是以前的论文啊，就是中国人的华人的论文。那么它第一个呢就是光伏效应的观察。那研究团队报道了在50至300 K 的温度范围内啊，这个 YbCO 陶瓷在蓝色激光照射下展现出显著的光伏效应。那这种效应啊，直接与 YbCO 陶瓷的超导性和它的金属截面的这个特性相关联。第二个呢是极性翻转现象，就是当这种陶瓷从超导状态过渡到电阻态的时候呢，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的极性会反转，这就表明呢超导体常规金属界面存在一个电势这个电势啊被光诱导的这个电子和空穴，就是空穴对提供了分离力，所以在这个异倍同样超导的时候啊，这个界面电是从 YbCO 指向了金属电极，并在这个 YbCO 非超导时反向。另外呢，他们就讲明了这个光诱导电压的起源。这个研究表明啊，那这种界面电势可能与超导体金属界面的临近效应有关。所以当这个YbCO 处于超导状态的时候呢，它的值估计为10的负8次方毫电子伏特结合这个P 型材料和 N 型材料，那在高温下呢就形成了类似于 PN 极的这个结构，那这是这个 YbCO 陶瓷中光伏行为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就是高温下的这个光伏效应，研究也发现啊，在300 K 的时候呢，这个 YbCO 呢表现出和低温时候不同的光伏行为。在常温下呀，这个 YbCO 和银浆形成的系统呢，能够展现出正向的开路电压和负向的短路电流，这和常见的这个太阳能电池的行为类似。那么他们通过什么实验方法呢？主要就使用连续波蓝色激光照射这个 YbCO 样品，测量啊它在不同温度和极光强度下的电流电压的特性。那在实验中呢，他们采用了标准的四线法来获取这个电流电压曲线，确保测量的准确性。所以这项技术啊，不仅就深入的揭示了高温超导材料在光照下的这个电子行为，还可能对于开发新型的光电子设备比如快速被动光探测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通过这些实验观察呀，这个研究人员呢就能够更好的理解超导材料它和光伏效应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为高温超导材料的应用研究就提供了方向。那有朋友问了，你这篇论文和我们上述这个韩文帖子中提到的这个，就比如铜掺杂前链辉石 LK99 这个可能的超导性，那有什么关联呢？能把这种未被验证的超导性先应用到光伏太阳能技术中吗？那根据过去1年的研究可以说 LK99 这种材料它的特性就是在根据铜和硫这个它的掺杂量是吧？可以就是说可调整的这种掺杂量表现出从绝缘性到一次超导性的这种不同的电学特性，这就表明呢它在材料科学上它这个可调性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多样的这个电学性能为它在多种应用领域呢就提供了可能性，包括这个光伏技术。在刚才那个论文里边研究的焦点呢是这种陶瓷YbCO 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的光伏效应。
那大家知道 YBCU 啊是一种已知的高温超导材料啊，它在光照下呢显示出显著的这个光伏效应啊，特别是在与金属电极形成界面的时候呢，这种效应与材料的超导性质和它以电极的界面特性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LK99啊这样的一个新材料，如果在某些掺杂比例下表现出超导性，那么理论上呢，它也可能表现出类似于 YBCU 的这种光伏效应。如果这种材料能够比YBCU 更低的温度或更容易实现的条件下展现出超导性，我说的是更高的温度啊，我刚才说错了。那么它可能在光伏应用中提供一些独特的优势所以这个如果这种光伏效应如果 LK99 确实具备超导特性，所以这种特性呢，可以在实际操作的条件下实现，比如说室温或者低冷却的这种需求，它可能就成为一种有效的光伏材料通过利用它的界面特性，可能优化这个电子空穴对的这种分离效率，从而就提高了光电转换的效率。所以呢，在新型光电器械方面就是超导性材料在光电领域的这个应用往往呢受限于需要极低的温度的这种超导性。如果 LK99 可以在比较高的温度下维持这个超导性，那它可能成为这个开发新型的光电器件比如说高效率的光探测器和光伏电池这么一个理想的材料。那我记得这个姚姚教授就是我们说齐老师我记得他在这个知乎上一个回帖中说到这个导派和极派的分歧的时候，他说哪怕分歧再大，也不能否认类 LK99 或者这种前零回时这个体系没有材料价值，对吧？所以呢，系统的研究 LK99 或它的衍生的其他的这个材料体系，而不是仅仅的聚焦于大众所认可的这种所谓的全悬浮的这种强超导材料，是目前从事这波室温超导研究的朋友们，我觉得是一个突围之路。当然你要做到这个也不容易，是吧？你首先你需要这个系统的研究和验证 LK99 在不同的掺杂水平下，它是不是具有超导性质这包括它的临界温度磁携特性以及电性特性这些详细的测量。另外呢，还要开展这个界面特性的研究。你为了利用 LK99 在光伏应用中的潜力，你需要详细的研究它和各种电极材料的界面特性，以及呢这些特性是如何影响光诱导的这个电压和电流的。那虽然理论上 LK99 如果展示出了超导性，那可能会对光伏技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应用前景呢，需要进行比较广泛的基础研究和实验验证。那么研究这种新材料它的超导性质和它的光伏应用潜力是一个长期而且复杂的这个艰巨的这个任务和过程。但是如果成了，它也可能开拓电力和能源领域中的新方向。所以呢，这就是关于超导和光伏技术应用的这么一个话题谢谢大家收看，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理解这些科研人员的工作和努力让这些技术呢尽快的夯实基础并获得应用，从而造福人类。好的，再见，拜拜。